沙场之上，战机起飞。巡航、射击、降落，这些精彩时刻的背后，往往伴随着隐秘的风险。其中，极端恶劣天气是影响飞行最为常见的危险因素。飞行员们会如何应对？他们是如何保护战鹰渡过险关的呢？张宇，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击机女飞行员，驾驶战机圆满完成多次大型任务。他的爱人赵达龙也是一名歼击机飞行员。记者到达驻地时，恰好赶上他们第二天同时有飞行安排。明天你闭吧，我空吧，你也加油，我也加油。没问题。这天，夫妻两人共同出现在训练场上，而两人任务不同。张宇要进行第一次空射击训练，赵达龙进行空地射击。今天他是比较靠前的架次，我们俩是同一批次，我们是后面一点的架次。他的飞机现在正在滑行路边，马上来了，两架。对，这个就是赵达龙的飞机，他这个就是对。就是他，就是他。由于第一次进行空射击，张宇内心有一些紧张，而爱人赵达龙这个小小的挥手动作，给了他莫大的心理安慰。空射击中，靶机模拟空中目标，要快速寻找目标，并且打中。距敌分动，方位15，发射水。突然，靶机瞬间消失在了云里，因有云的遮挡，飞行员的视线严重受阻。此时又恰逢靶机回转机动，目标也在雷达画面上消失，导致导弹未能成功截获目标。忐忑肯定也是有的，第一次我们就果断放弃了。但是首先自己还想到的就是我先把自己的飞行状态保持好。目标距离还近了，我们没有回声太明显。二次进入后，张宇机组合理选择截获样式，导弹成功截获目标，同时在云雾间紧盯跟随着靶机。第一次打空中目标的张宇，能否将靶机一击命中呢？错了，距离人不够远。我们中路，看这里。准备好。处理了，命中。好的，防上装载。最后10秒钟，张宇机组成功锁定靶机，一击命中。我就觉得挺爽的。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觉得，想这个手舞足蹈的欢呼一下，但是呢，因为你在飞机里手里还握着杆儿，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做出这个动作，只能自己内心欢呼了一下。除了云层造成的视线干扰外，飞行中风向瞬时变化也是飞行员需要沉着处理的一大难题。当运输机在降落过程中遭遇风向突变时，飞行员们又会如何应对呢？说的不错，我们整个机组配合的也非常的好，落地也很好。
眼前正在驾驶运输机降落的是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斌。陈金兰是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第一位运输机女机长、飞行教员、特级飞行员。特级飞行员，在我们飞行行业那就是最高水平了。首先，他的技术能力是最高的，而且要胜任各种各样的任务，极难险重任务都能胜任。陈教官的耐心鼓励，也让王斌想起了第一次在高原机场降落时遭遇气象突变时的情景。这会儿啊，不用紧张，向外看一看啊。对，好，好，下面云下了。啊，对，可以自己悄悄的做一个那个。好嘞，这样感觉。好，现在速度下降率可以减小一点。好嘞，10米。高原机场海拔一般都超过了2500米，空气稀薄，气象多变，对于任何飞行员来讲都是不小的挑战。一是在你的飞行技术能力上是得到了充分认可，然后你的飞行的知识储备啊，完成任务的能力跟你的胆量跟这些是得到认可。然而就在返回时，一个紧急情况发生了。在20分钟之内或者10分钟之内，它的风向、风速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主着陆方向是向西，对吧？然后风发生了变化，你不能顺风超过我们条件着陆。向东它没有导航台，所以我们必须目视着陆。速度下降率可以减小一点。好嘞。由于风向、风速突然发生变化，飞机无法按照预定的方向降落，但没有地面导航，王斌只能依靠目视进行高原着陆。在高原飞行，它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速度，飞机容易向前飘，就操纵动作跟低海拔机场它还不一样。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进行目视着陆，如果飞行员按照平原的着陆经验，会导致飞机以过快的速度冲出跑道。而对于速度和高度的精准判断，需要飞行员必须具备丰富的高原飞行经验。我记得当时就是飞到8公里的时候，当时我是飞的高度是430米，当时兰姐就告诉我说，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对于王斌来说，很难用目视准确判断飞行高度，而一旦飞行高度判断失误，很容易导致飞机冲出跑道的危险情况。这个中路板有点紧啊，放松一点。好嘞，我放松一下。此刻，王斌紧张到了极点。他杆儿握得非常的紧，甚至他做得很直，不放松。但兰姐说没事儿，说我们俩一起做，你跟着我做，然后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对这个印象就是好的，好的，很好，很好，好的，记住就保持这个印象，在高原飞行一个目视的印象。好的。在教官陈金兰冷静指挥下，年轻的运输机驾驶员王斌成功克服了风速、风向突变的影响，依靠目视顺利着陆，圆满完成了任务。在高空飞行中，雷雨是极端气象条件中最为常见，也是风险值相对高的气象状况。当飞行员遇到强降雨天气，他又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安全着陆呢？2号动8号声音。8号声音好。好的，现在地面350度风。叶长学是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一名大队长，果敢泼辣是他的飞行风格。他就曾有过一次遭遇极端天气的危险经历。
铁打好，可以起飞。几年前的一天，叶长学驾驶歼10战机进行日常的飞行训练。然而，就在他完成飞行任务、准备返航时，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地面就给我们通报说地面突降暴雨，突然来袭的那种暴雨。暴雨天气，它整个云中的颠簸是特别强烈，所以说对飞行员的操纵保持状态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在暴雨天气中飞行格外危险，飞行时产生的剧烈颠簸不仅会对机身造成一定损伤，对飞行员的身体也是一次考验。那种颠簸就是一会儿左右的这种晃来晃去，一会儿就是上下的这种颠簸，有的时候形成这种就是向下颠簸的时候，你感觉人整个是悬起来，是悬空的那种状态。叶长学努力保持飞机的飞行状态，然而就在叶长学克服了一连串的困难，即将着陆时，却遭遇了惊险一幕。同时，我们当时感觉就是整个人是在瀑布当中，然后前面的话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就会导致整个能见度特别差，我们看不到跑道。叶长学驾驶着战斗机始终看不到跑道的位置。对于飞行员来说，必须在极限高度之前决定选择复飞还是着陆。如果说在那个距离上还没有看到跑道，然后还没有决断复飞的话，可能几秒钟飞机就要触地了。此时飞机距离地面越来越近，决断就在一念之间。距离跑道头300到500米的时候，其实实际的高度的话，已经是100米以下了，我才刚刚看到跑道。就在接近极限高度时，叶长学终于看到跑道，他果断决定操纵飞机进行着陆。叶长学全神贯注，因为他知道一旦失误，很可能造成飞机冲出跑道的危险。凭借着过硬的驾驶技术和过人的胆识，叶长学在暴雨中成功完成了着陆。做得不错，安全着陆，保持好状态。当时着陆的那一刻，就感觉安全的着陆了，到家了。而这样的战斗精神，同样影响着年轻的飞行员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孙青青和孙斌即将奔赴海上超低空射击场。而这一任务等待着他们的不仅仅是飞行时海面带给他们的视线错觉，还有更具难度的突发挑战。咋样？挺疼吧？还挺开心的。没有，正常吧。这个刚刚结束飞行的年轻飞行员名叫孙青青，1996年出生的她开朗爱笑，充满活力。但其实2天后，有一场空中实弹考核正等着她，而她和对手孙斌之间的无形较量却早已经开始了。飞行过程中，飞行员主要通过操纵杆实现飞机飞行状态的转化，而握杆的力度也有一定的技巧。这次实弹射击打的是火箭弹和航炮，靶标设置在一座海岛上。此时靶场周围风高浪急，海上不可控的气象条件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挑战呢？
双击夹好，可以起飞。这一次海上超低空突访，要求飞行员先在海面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再到靶场低空射击地面靶标。海上超低空飞行风险性极高，在海天一色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极易产生错觉，而且气流不稳，容不得半点疏忽。当你在海上飞行高度很低的时候，泥压坡度的同时，就可能感觉机翼在海面上划过的。再加上海面会生成一些水汽，也会影响你的一个状态的判断以及空间的定向的感觉。对于飞行员来说，除了要克服空间感错乱，还要精准操控手中的驾驶杆，保持战斗机的飞行状态。在海上飞行的时候，整个操纵需要非常精细，因为你离海面只有100多米，所以说你驾驶杆上的位移就是要精确到毫米，就是那种毫厘之差，就会引起整个飞机外部的一个几十米的变化。完成海上超低空飞行后，也意味着真正的实弹考验要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孙斌。气象条件没有什么变化，地面风速340到360。本身是在超低空的条件下实施的嘛，然后你进入俯冲之后，会感到整个地面和靶标是迎面而来的。除了要克服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飞行员驾驶战斗机攻击地面靶标时，反应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大概是在0点几秒钟以内。飞行员在投弹以后立即要退出俯冲，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的话，就可能造成这个弹药的破片损伤飞机，或者是飞机撞地。双击圆环靶，2的名字1214圆环236美吧。接下来孙青青会有怎样的表现呢？1100米有点颠簸，注意保持状态。有点像坐着船去瞄准一个东西，如果有风的情况下，风扰动的情况下，就会吹动我们的飞机，然后会引起我们这个瞄准浮的摆动。所以说我不断的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让我的瞄准浮尽可能的稳定上靶心。然而，就在孙青青极力瞄准目标时，一阵侧风突然袭来。当时那个侧风的影响的话，其实对最后我瞄准射击那一下修正能力的考验比较大。从画面中看到，两人都命中了靶标。那么究竟谁的成绩更理想呢？结果怎么样？我是两轮都命中。我的话就是属于正常范围，但是我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我下一次肯定可以提高成绩，争取全部命中，超过他。那就期待你下次的表现吧。我们作为新一代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但是我们不断的在备战，不断的磨练和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就是希望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会像一记
强有力的铁拳，狠狠地痛击来犯之兵。他们未来还将驾驶战鹰继续勇敢地穿行在云雾、雷电、狂风之间，以更精进的驾驶技术、更强大的心理素质，迎接一切挑战，成为更有力的空中铁拳。